Hello， 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我今天不是要教你每个姿势如何摆位，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其他影片可以参考，像是Sunny Huang泌乳顾问的影片就有教学咯。我应该几乎所有姿势都试过了吧，所以要来分享在试过各种亲喂姿势之后，哪个才是亲喂妈妈感到最享受、最舒服的姿势，也是亲喂妈妈们的目标姿势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! 我在亲喂前必知3件事的影片中有提到，还没看的赶紧去补一下。在怀孕后期，我看了补喂姿势的介绍与教学影片，看完真的觉得没什么难的。原来亲喂还有这么多姿势提供选择哦，不错嘛！一直到真正上手，才知道有多难。我先简单讲一下我的补喂条件，因为坐月子的关系，我是基本都在家，在床上。我有一个 Bobby Pillow， 然后我是顺产。好，我第一个接触到的姿势是橄榄球式，是产后在医院泌乳师帮助我摆位的姿势，所以应该就是比较简单好上手的吧。有泌乳师在，其实什么都简单，都没有问题。他一来会帮我先摆好枕头的高度，床的角度也帮我调好，我后背垫的枕头也帮我放好，然后在我准备好之后，才把 baby 抱过来我手上。然后呢，手也帮我调整到该扶住 baby 的头部部位，没有它，我真的整个都无法了。因为回到家，全部都不对了，枕头不一样了，硬度、厚度，垫一个太低，垫2个又太高 ，baby 又在大哭吵奶，真的会慌啊！这时候我还不懂得利用 Bobby Pillow， 所以拿各种枕头、抱枕，设法调到跟在医院时候的高度一样。总之，橄榄球式我也是持续试了有1到2周的时间吧，总是没办法像在医院那时候那么顺。后来因为发现了家里有 Bobby Pillow， 上面有个图示是摇篮式，我就想说，那换个姿势喂喂看好了。好像比较好哦，有比较轻松因为手臂不用夹着，手也不用出力扶着 baby 的头，基本上就是手可以被 Bobby Pillow 支撑住 baby 的重量。可是状况来了，左咪竟然塞奶了，乳房开始有硬块，压了会痛，甚至发现的当天晚上我有点发低烧，身体无力。我超级紧张，很怕是所有亲喂妈妈的大魔王乳腺炎，赶紧打电话给我的泌乳师请教在家的急救办法。泌乳师问我是乳房的哪个方向塞奶，我跟他说明之后，他建议我换回橄榄球式，因为这个姿势 baby 的下巴在含乳的时候运动到我塞奶的部位，帮助按摩疏通。Sunny 老师教的去小白点的方法我也有试，但可能我的状况主要不是小白点塞住，所以按那个办法照做之后效果不彰。第3位，我求救的对象是我老公的中医师表姐 Jess， 她一听我的状况，觉得真的很像乳腺炎，跟我说用热毛巾敷在硬块处，配合按摩。好，在多方尝试之后，超级感谢主，隔天就明显好很多，松了一大口气。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遇到塞奶的状况了。出院回家后，我给乳头修复的那几天，就是我第1次碰到石头奶的状况。我之后会另外拍一支塞奶的最快、最有效的紧急处理方式，需要的妈妈们赶快订阅、按小铃铛哟。好，为了解决塞奶的状况，回到橄榄球式后 ，baby 含乳不是很顺利，所以我再次 call out 给 Jess， 她建议我试试后躺位。一开始还不错，因为可以让 baby 自主找乳头含乳，但几次之后，因为我妹妹伤口的关系，我是无法坐在沙发或椅子上的，只能坐在床上，导致使用后躺位姿势不是那么舒服。最后，我来到了侧躺位，天哪！一试整个大爱上。我在坐月子地雷那支影片有稍微提到我的妹妹产后有多痛，侧躺位是唯一一个姿势完全不会压迫到伤口的。另外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半夜喂奶，我不用再从床上本来躺得舒舒服服的整个坐起来，困得要命，睡眼惺忪还要瞧枕头，抓 baby 白喂，然后坐着喂他喂到睡着，这样太折腾了，真的是众人皆睡我独醒，心情很黯淡。侧躺位，我直接摆好 baby 的高度，舒舒服服侧躺下去，鼻头对乳头，瞧一下就好了。虽然是说让 baby 含着睡不好啊，会养成坏习惯啊，白天我们尽力做到这点，但晚上真的不要对自己太苛刻。如果你醒了 ，baby 吃好了，那就离乳；如果你睡着了，就睡，
没关系，我们的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亲喂妈妈的心理压力莫名大非常多，真的是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懂的。再不睡真的会啼笑，一直到现在，侧躺位都是我的首选，赞赞。如果是出门在其他不方便侧躺位的地方，我就是用 Bobby Pillow 摇篮式，或是坐地上也可以盘腿摇篮式喂它。出门在外1次2次手酸脚酸一下 OK 啦。以上就是在我试了不同亲喂姿势后得出的心得摘要。每位亲喂妈妈真的都非常伟大，每个 baby 状况都不一样，亲喂妈妈都尽全力的想方设法，想在含乳的挑战与亲喂姿势2大巨头中找到 win-win 的解决之道。美国儿科学会 AAP 近期刚更新了亲喂的建议时长，从本来的1年延长至2年或以上。喂母乳真的是持久战。希望亲喂妈妈们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与 baby 的哺喂姿势，让你跟 baby 都能创造这甜蜜的回忆。我是一位在 LA 的全母乳新手妈妈 Joanne Shi， 有鉴于网络上相关经验与资讯实在缺乏，希望透过我的经验毫无保留的分享给所有新手妈妈们多些参考值，并期望让这些资讯常识化。透过这些资讯的普及，让我们每个人一起减轻孕妈咪、生产妈咪的一些负担与心理压力。毕竟怀孕与生产已经非常不轻松了。欢迎留言告诉我这次的分享有没有帮助到正在亲喂或准备亲喂的你。如果有的话，帮我按一个喜欢，并将影片分享给身边的所有人，促进妈妈资讯的常识化，就靠你们了，加油！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